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前次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前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前子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来看看，川普对于格陵兰这块大肥肉，他没有要放手的意思哦。我们先来看看此刻的格陵兰，他遇到了强风的袭击，你看到一般的人家里都停电了，要点蜡烛，网路连线也不行，连上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他现在处于地缘政治的处境啊，非常的严峻的状况一样，气候也加深了这样外界对他的印象。所以我们看到，包括川普的举措，让丹麦人很生气，他们就联署做了一个讽刺的请愿，说可以啊，你要来买我们的格陵兰，那我也去买你的加州，行不行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有一个请愿活动截至1月25号，有超过29万人的人在这里签署这个请愿是提议向这个丹麦的政府去购买加州并且把这个新的国家叫做新丹麦。我们看到全世界现在对于川普的做法其实都某种程度有一些反制或者是会有一些意见。我们先来看看美国前高官他就说你川普想要拿下格陵兰的理由其实很瞎也不 make sense， 因为你要防卫，你不需要拥有它呀很多美国的军事跟外交官都说，其实你的说法是没有办法这个说服别人的。包括俄国的一个军事专家就说，美国其实想要做什么？他想要在这个地方建立核潜艇的后勤基地所以他才要想把整个岛的这个控制权给拿下。而另外呢，北约现在跟川普的这个关系非常的紧张川普极端简化国际竞争。所以把北约跟联合国都视为敌人，所以这变成一个战略上的悖论我们也可以看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像一旦政策推进遭遇阻碍的时候，就说这是内部敌人当有人反对或者你的政策实施不是那么顺的时候，你就把对方定义为敌人，这样是把这个国际竞争变得非常非常的简化。而另外呢，欧洲开始已经在防范美国了过去是盟友的关系，那现在我要防着他，因为他有可能是我们的敌人。从否认到接受对跨大西洋联盟之死的5个哀悼阶段，我们在讲说一开始是否认嘛，然后这个挣扎，然后接受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欧洲也开始会有一些所谓的5个心理的一个哀悼阶段。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欧洲重建国防自主的这个速度他们过去很慢，那现在他们开始催起来了，要把速度给加快起来，因为要降低对美国的军武的依赖那这个用本土科技包括军工产业都要自给自足希望可以脱离美国，因为你对美国的过去依赖实在太高了，现在有一个巨变，你现在对它要慢慢减低依赖这件事情呢，就变得有一点点困难。那芬兰的总理大家知道，现在他去访问中国大陆，那他抵达北京之后发了一篇贴文他说此行充满了意义那来自中国北京的问候，这是他贴文的内容。他说这一次我率领芬兰的企业代表团进行正式的访问这个意旨在为芬兰的企业开拓机遇，进一步推动芬兰对亚洲市场的出口，所以充满了很高程度的意义。那明天预定他要见习近平，芬兰总理访中有可能成为制约以及表达对美国的不满。有学者就这样讲，他说像芬兰等西方国家和中国的关系现在发生了变化，他们希望透过跟中国达成更多的合作，来表达对美国的不满，并且形成一定程度的限制。那除了芬兰总理之外，我们看到很多西方领袖接二连三去访问中国大陆外媒包括这个看到美国的媒体就说，川普他想要收购格陵兰引发了盟友的不安。那现在北京也试图把握时机，拉拢这些西方国家。来请教两个，这个是不是有引起欧洲盟友全部都不安我高度怀疑啦。我认为丹麦为主啦，那了不起再加个挪威啦。你认为其他国家还会不安吗？芬兰呢？芬兰距离很远呢，丹麦旁边应该是挪威跟瑞典吧。
而且在北极圈主要是挪威啊。我并不认为欧洲有这么在乎格陵兰啊，我不认为啦。那现在川普也认为他已经把欧洲给隔绝在外了，现在已经变成美国、丹麦、格陵兰在处理这个问题啊。那所以美国未来不会针对欧洲了，他会针对丹麦，那想要去收拢这个格陵兰。因为我跟你讲啊，你如果真的去看对面的俄罗斯对面的整个北极圈到处都是空军基地，还有海军基地，那这边几乎没几个啦，从阿拉斯加到格陵兰到挪威，所以川普对俄罗斯的紧张，他妈那扯中国是扯太远了啦啊！对俄罗斯的紧张是合理的，而且俄罗斯最近做了那个核鱼雷啊，那在水底下1000公尺。那可以冒上来去打任何地上的设施跟港口，这个构成威胁？这个威胁我觉得也是真实的所以你说欧洲国家会不会希望有人来保护格陵兰，或者遍地盖军港啊，或者盖你刚刚讲的一大堆侦测的基地啦，等等？我认为大部分欧洲国家都乐见。丹麦也没有能力保护。那只是欧洲就是向来就是以虚伪为名嘛，欧洲人就是最虚伪的，他根本就不愿意出力来保护，不然你自己派军队来啊，你有什么能力来保护啊？所以我觉得美国要格陵兰真的是军事目的啦，我并不认为是稀土啦，或者是锂矿啊。可是他现在就可以啊，可以做啊，不行嘛，也没有人拦着他。丹麦反，我跟你讲啊，你如果只是跟丹麦租啦，或者是说我来这里设军事基地，你能够随心所欲吗？你总要跟丹麦报告吧，他不要嘛，他不要了，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这是最机密啊，我为什么要跟你讲？所以他就直接拥有，比较快。当然是啊，那个川普在达沃斯论坛就公开讲，说美国要的不是使用权，是要所有权。而且我觉得川普当然也有他的私心啊，他私心就是他要在 Rushmore 那边要有第5个雕像。哎呦，你去看那4个总统，那4个总统是谁？第一个华盛顿，建国嘛，对。第二个 Jefferson，Jefferson 买了路易斯安那，那第3个就林肯，他统一美国嘛。第4个就是老罗斯福，罗斯福做了什么事？打败西班牙啊，拿到古巴跟菲律宾啊。所以谁有权利在那个 Rushmore 那边被刻为雕像？你不觉得都是那种跟国家命运，而且跟版图有关的？你不觉得是吗？那你以为这4个人在任内的时候都没有争议吗？我跟你讲，川普想的是什么？10年以后你们都会感谢我。我认为他绝对不是在考虑什么我的民调啦、声望啦，他不是看这种事啦。他看的是美洲我要整个统一啦。那为什么加拿大反应特别激烈？因为格陵兰如果真的被美国并吞，下一个就加拿大，他一定会在加拿大内部制造分裂，到时候就出现反美派跟亲美派。哇，那以后美国的领土会很大。我就是整个北美洲嘛，他就是要把整个北美洲一统江山，全球除了真的是这样啦。我都知道他在想什么。那他真的可以被刻上去了。他想的就是帝国版图，然后北美洲都要在他统治下才能够有效的面对中俄联手嘛。我觉得他想的是北极圈的经营，那主要就是军事上的一个经营，包括对抗了。那目前就是需要有很多军港啦、空军基地，还有海底侦测设备的设置。这个当然是极机密嘛，我怎么可能不拥有？我认为就是这样啦。我跟你讲，那个地方平均温度零下20度，你怎么开采？怎么稀土？对啊，那个永冻土根本不可能啊，跟西伯利亚一样。是，所以军事的需要可能是更加强烈的主要的动机。对，
来请教苑老师。我完全不认同我们亮哥讲的什么欧洲人都是虚伪啊什么的啊，我很难接受啊。为什么呢？很难接受哈。我先分成3个部分来讲。第一个，川普做这个事情的话呢，引发欧洲盟邦不管怎么讲啊，原来在北约，我在比利时留学之后，我去参观过北约的总部啊，里面的话呢，欧洲人很当回事啊，他们也很高兴啊。然后美国的话呢，第5条的保护伞啊，只是说现在的话呢，破坏他们主权了。美国要格陵兰，不管什么理由啊，就是破坏了战后的主权了。那川普现在的做法以及他讲的话的话，我们有公理正义的人要必须谴责。我刚刚听亮哥讲，差点把我拉进去了，因为川普有理啊，乱讲。我告诉你，说句良心话，你要在你那个什么 South Dakota 的山上刻什么的话，我必须要强调，首先第一件事，他讲的对了，亮哥讲的一点非常对，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认为汉武帝了不起？为什么我认为唐太宗了不起？这个政治上有一个很吊诡的现象，就是只要能够开疆拓土的，就一定是非常英明。实际上，活在汉武帝，实际上活在唐太宗底下的老百姓是很可怜的，常年用兵嘛，对不对？这个呢，川普本身来讲，他要干的事情就是留下他的声望啊。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说整个欧洲国家欧洲国家不是虚伪，这是我今天为了来上这个节目，特别又听了一下那个马卡尼讲的话他里面讲的话有一个重点，就是说什么呢？就我们一直自欺欺人把我们的安全、把我们的主权，甚至于把我们自己的一切都交给美国。现在美国突然一变了以后，这是一个 rupture， 这是一个断裂，而不是一个过渡美国不可能回来了。所以你现在的话，他讲说 middle power， 像加拿大。那像比利时这种 small power 的话呢，原来享受的日期，我说句良心话，我80年代在比利时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我产生一个错觉，觉得小国真的比大国好为什么欧洲都是小国富裕我们那边最小的比荷卢当中最小的卢森堡有钱的不得了对不对？但是现在发觉美国说要就要的话呢，所以他们会觉得说这个安全受到威胁，所以你再虚伪的人，如果你的安全受到威胁的话呢，你就必须要表达态势。那加拿大的马卡尼讲说，我们 small power 或是 middle power 应该集结在一起，然后他自己强调跟中国改善关系，跟凯达改善关系，就做了这些方面的重点。那么这一点的话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实际上讲起来的话，美国可以说是不需要盟邦嘛。然后第3点的话呢，我觉得川普这个人乱讲话，他没有那么聪明了，他不知道什么军事基地什么这种东西，但是他有一个观念，他会认为说北约里面国家除了美国以外，其他都没有用。这句话引发了非常非常大的愤怒为什么？因为北约的国家每一次美国有战事的时候他们都不遗余力最近的话呢，他讲到非常多的国家都躲在后头，不会在前线，然后美国人都英猛的不得了。那连那个哈利王子都跑出来讲，我们英国死了400多人然后里面丹麦也死了200-300人所以说呢，丹麦会引发这么大的抗议。大家要知道丹麦一共才600万人将近30万人走在街头上抗议要买加州。他们表示说是非常生气，生气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你完全不按牌理出牌，而且你自己做的一件事情是完完全全不顾战后的和平秩序。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觉得中国当然没有事情了。那俄罗斯的话一直讲反话、讲冷话觉得你可以做这些事情。但是实际上的话呢，你要占领人家的别的地方来讲做事情的话，你建立那么多军事基地，我坦白讲现在俄罗斯哪里有这个能力跟美国这样子搞对不对？你就是说军事基地再多的话，美国在格陵兰要放什么东西，还不都是他自己说了算？而且大家知道这个事情的话，我同意一点现在变成他把那个什么丹麦分开了，就变成丹麦、格陵兰跟丹麦根本一体了，还有美国在谈。那谈出来的结果就是美国现在突然发觉，原来软柿子这么好捏。丹麦软并不代表整个欧洲的国家都很软好，来我们请教将军。我认为川普他对格陵兰，我认为他志在必得。他志在必得的话，那当然有这些客观因素对川普的这方面的限制或者是掣肘，但是最终的目标，我认为川普因为他的任期还有3年，所以他的所能够达到这个战略目标、战略企图，我认为这个困难度还并不高嘞，因为有3个不对等，美国占优势。第一个，军事不对等，因为美国军事独强，军事就是硬道理，是硬拳头。那这些欧盟其他这些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到现在为止敢挑战美国，根本没办法。这些他们只能会出来讲话，帮丹麦讲话，帮格陵兰人讲话。但是军事上，大家而且这些欧盟这27个国家各行其事，各吹各的号，
没有办法统整，没有办法布料统一，怎么样去对美国？没有办法。对美国啊，他们对美国只能发挥此起彼落的这种声援而已，没有办法形成统整的力量，没有办法，因为这些国家都还有美国的驻军，你包含大的国家，包含荷兰、比利时、德国、波兰都有美国驻军，那你美国的驻军在那个地方，他们还能够当地的政府还能够发挥多大的政治的这种硬度跟主张？我认为大有问题。这个军事的不对等，美国占有绝对的优势，他们这些军购、武器装备都是买美国的，他们还有多少底气？所以我们来做现实的条件来看，他们想要去挺丹麦、挺格陵兰，我认为雷声大雨点小，会被美国、会被川普各个击破。第二个不对等，经济不对等。欧盟所有的国家加起来的国民总生产是总共加起来是19兆美元，就是每一年总生产。美国将近30兆美元，他们这所有的国家通加起来的经济力量也逊于美国，逊了很多。那你这个经济上也没办法跟美国抗衡啊。那这样子，他们还有多大的底气？这个在经济力上，那知道美国在经济上能够发挥一个影响力，就会影响到政治，影响到军事，影响到其他的这个包含国际的政治舞台，都有可能方面都会发挥影响力。而且美国在这方面经济上的影响力毕竟大的，我们可以从美国总统川普在关税战的时候，一讲到关税，大家马上这个加税的时候，大家都受不了，就知道这些国家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度是非常的高。那美国可以发挥在这经济力上来呼风唤雨啊，也可以达阵啊，让这个丹麦、让格陵兰啊低头。所以我认为美国在这方面占了上风。最后一个，第三个，我认为国际政治的不对等。大家看看整个欧洲的国家，连乌克兰4300万人，乌克兰那么大的国家，他都保不住。你对这个57000人的格陵兰这个岛屿上面的这57000人的住民，能够保得住吗？我认为在国际舞台上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连乌克兰他们都没有办法去保住，去对抗这个俄罗斯。美国比俄罗斯强多啦，军力上、经济上、军事上都强得多。那这些欧盟国家在这个国际政治上能够对这个格陵兰，能够对丹麦能够发挥保护主义吗？保护的力道吗？我认为我看不到，所以我认为三个不对等，美国占优势。美国现在占优势，而且另外一方面，他把他的航母战斗群林肯号派往印度洋，所以我们看到中东现在兵力集结，引发全面战争的预警。我们看到美国为了要这个威吓或者是要威胁伊朗它分别在约旦还有卡达也部署了军力，让对伊朗的打击多出了几项更多的选择。所以呢，伊朗传出来了，他的最高领袖哈米尼躲进了地底下飞中东的这些航班，现在有一些航空公司说，喊卡，因为担心中东地区的这个紧张局势升温，会让民航机陷入危机。而伊朗的官员也说，他们的武装力量已经进入了全面的戒备状态。如果美国有一点这个任何的蛛丝马迹要动武的话，他们也会全力的备战。在首都德黑兰，我们看到市中心有一个新的反美的宣传画就非常大那伊朗借此向美国发出了警告，说不要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如果真的发动了，后果自行负责。而现在呢，因为伊朗的局势有点危险跟复杂，可是美国呢，移民局现在还在遣返伊朗的一些居民，因为他们在抓这些所谓的这些非法的移民者嘛所以这个伊朗裔的美国人国家委员会主席这位先生就说现在伊朗有一些人被镇压，而且很多的示威，如果你把这些人遣返回伊朗那有可能会把这些人置于危险当中。另外，美国这个国内发生了一些内乱主要是在明尼苏达州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连续3个礼拜有2个美国公民被 ICE 给枪杀，而且是近距离的枪杀。我们看到 CNN 的记者在当地也采访了一些抗议的民众，来听听他们的访问。I swore an oath back in 1969 to protect this country against all enemies, foreign and domestic. This is unbelievable.
People, this is the third person that's been shot as a result of this. How many more bodies do we have to have in the state of Minnesota? How many more? How many more before somebody is responsible or held responsible for this? 好，在当地明尼苏达州有5万人不畏低温哦，跑上了街头哦，走上了街头哦，对于这个 ICE 这个发出怒吼跟抗议，示威者还打出说沉默比冻伤更危险，因为当地的气温是零下23度哦，所以他们愿意挺身而出，对这个政府 say no。我们看到 ICE 猛于虎哦，在当地有这样子的一个 slogan 哦。连美国的天气预报都不敢说冰这个字，因为在英文 ICE 就是 ice 嘛，就是冰哦。那我们看到这个 ICE 是美国移民暨海关执法局的缩写，所以它有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意义哦。那这些不当的执法或者过严的执法哦。其实让当地的居民是群起激愤哦。当地的这个州长这个明尼苏达州的州长华兹，他调动了国民兵，团团围住哦。国会传唤高层要调查，而且他下令禁止国土安全部销毁相关的档案还有证据，就怕这个有一些非法的记录被消失了。而另外，美国政府有可能会再次的停摆哦。据说1月30号再次停摆的几率现在有80%，参院的民主党拒绝拨款给移民局哦，所以这样对峙的一个画面跟态势急剧的升高。在国际战争或者是国际不安动荡的此刻，我们看到黄金的价格不断的往上推升，现在每盎司的价格已经突破了$5000，来到了历史新高。川普政策引发避险的行情大家都在找寻一些避险的工具，包括欧洲最大的退休基金披露，去年的3季这个已经削减了美债的这个持有量。而另外，我们看到是不是有可能去美元化现在会更加的加速呢？印度今年要举办金砖峰会，莫迪政府就提案说金砖数位货币所以很多人联想到这个去美元化的各种的相关的一些效应。莫迪不爽川普的高关税吗？我们看到包括他跟习近平握手，并且说中印是朋友的伙伴。现实的龙象共舞是两国的正确选择，所以这个是在一个印度77个共和国日我们看到他致电这个莫迪，这是习近平致电给莫迪，而且表示祝贺。来，请教亮哥，这个美国、伊朗要不要动武啊？如果你的目的是要推翻政权，那以色列还有阿拉伯国家，甚至包括美国的情治单位，都劝川普不要打。他说你没有办法达成目的了。那如果你只是要轰炸，那你一定会引发报复那周边的美军基地啦，不管你是从卡达或者从沙特阿拉伯，那以色列是一定被打那到底要干嘛？因为镇压民众，所以你就要去丢炸弹，这个逻辑有点怪了。我觉得伊朗并不像委内瑞拉这样有里应外合的形式所以你去炸伊朗，搞不好使得激进的民族主义更加团结。所以我觉得真打的几率不是很高啦因为战略目的达不到，然后要付出的风险非常的大。那这个 ICE 我觉得他已经失控了啦。ICE 坦白说，他一直在 Minneapolis， 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因为整个 Minnesota 的非法移民只有9万人，那你到底在干什么？加州的非法移民190万，你怎么不去抓？排名第2是德州，德州也有100多万，你怎么不去抓？就纠结在 Minnesota， 我觉得这简直莫名其妙。我觉得他摆明了就是在政治上搞你因为 Minnesota 很左了。对，我在那边待过，很左嘛。那个包括州长，我跟你讲，然后还有包括众议院有一个索马利亚出身的一个穆斯林的女议员，川普跟他杠上了，川普就一直讲说我要把你驱逐出境我讲一大堆有的没的，然后还乱说人家财产有3000万那个女生她就住在明尼苏达就跟他杠上了。不然简直是莫名其妙嘛！而且你去看那个照片
那个人手上明明就是拿手机啊，哦，那位护理师，对对对37就是岁的护理师， practice，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结果他是连打10枪打死的，然后5、6、7个人上来把他压在地上，然后2个人就开枪啊，我不确定他身上有没有枪啦，那个移民局说有啊，他有枪支执照，可是他并没有拿出来，所以是不是移民局执法过当，就认为说他会拔枪威胁我们，所以先要把那个枪拿走，那结果他要把他的枪支拿走的过程中，他就抗拒嘛，就一堆人过来围他这样，那个《纽约时报》都已经登出定格照片，对，这么明显啊，移民局还在，那个连那个副总统又出来讲一些有的没的，熬再熬了。我觉得就是硬凹嘛，然后连续执法，至少已经死了2个，那个受伤的不计其数啊，有一个这个非洲裔的眼睛被打瞎了，没有一个人受到审判，IC 啊，一个国家怎么可以允许有这样的执法人员？你又不是警察，也不是国民兵，那只接受短短的训练就可以做这样的执法，那没有错啊。你针对非法移民一定都是很粗暴的，对，因为对方也一样会用尽方法。可是被打死的2个人都是美国公民是啊，对啊，不是非法移民那这样还没有人要负责任，所以民主党现在就要把移民局的预算给冻结嘛，所以政府又要再一次关门了。对，的确是。哎，请教老师，这个情况非常严重啊！就是我自己曾经在明尼苏达，就是 Minneapolis 做过研究，一个暑假的研究。我那时候就感觉到这个州特别左，真的像我们2个讲，他们大部分人都是 Scandinavia 人啊，就是从北欧国家移过来的人，所以都是金发蓝眼的人非常多。好，那我在这边的话，我觉得针对于这个 Preti 被枪杀的事情啊，我讲3件事情极其严重。我曾经就是发表过一些文字啊，我认为这个事情的话呢，极有可能是致命的，它会持续，结果不幸被我言中啊。我都要强调，首先第一个的话，原来明尼苏达州的人啊，那个 Renee Good。第一个女的37的女的3个孩子妈妈的话呢，她被杀害的过程当中也是有影片的，大家看见发觉她根本就没有意思要攻击这个ICE的这个执法人员，而且的话呢，就是说她首先她自己是一个美国军眷遗孀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是白人，所以这引发了非常大的震撼。那这次 Alex Preti 那么问题更严重。这个人首先第一个的话呢，看得非常清楚，他就是跟刚刚亮哥讲的，他是手上就是拿了个手机，然后后来就突然莫名其妙说他身上有枪，然后就连开了好几枪，你说有10枪，那么打死一个人以后，结果后来发觉这个人就是一个在医院里面的一个专门照顾退伍军人的男护士，那个美国对于这个 ICU 嘛，对不对？重症病患，对，这个美国对于军人的那个照顾的人的话，美国都特别照顾军人，一个是军嫂，另外一个是眷属。那第二件事情的话呢，那个美国国务安全部的那个 Norm 他化妆很浓那个 Norm，他马上说这个都是国内的恐怖分子，2个人都是，我的天哪！那这么就嫌这个事情闹得不够大这个千万不要忘了，明尼苏达人很自由啊。我在明尼苏达做那个研究的时候我认识一个 pastor 就是我问他说 pastor， 我说我听说美国人都有枪，你家有没有枪？他柜子一打开，哇塞，一大排枪一个 pastor 就牧师带我出去打靶，你知道吗？所以我说美国这个国家是都不行，你现在搞国民兵，再加上那个伞兵，那么对干起来，那还得了？明尼苏达很大，明尼苏达非常非常大，明尼阿波利斯是在中间，跟那个圣保他们是双子城。对，那你在那种情况之下，你ICE在那边待那么久干嘛？3个多礼拜。然后第3点问题非常严重，就是说我刚刚讲到那个关门的问题，那个国土安全部的预算。那个民主党 Democrats 他们是借逢风插针，借这个机会就不让他通过，不让他预算就不过的情况下，美国政府要关门，现在已经上升到80%，美国政府要面对关门的命运。所以大家要了解，在这种情况之下，川普所带领的这个政府在明尼苏达州搞的这一套，确实出现了一个极大的危机。这种危机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到5月份的时候川普要把那个他讨厌的鲍威尔赶掉，然后换上一个他自己觉得听话的这个联准会的主席。那一来之后，所有世界的主要的银行的行长
联名讲你不可以这样乱搞啊，因为你美元是国际货币，你这样乱搞的话呢，我们手上拿了那么多，像我们台湾的外汇存底特别多的，美元这种瞎搞的利息由他一个人的喜怒哀乐来决定，那还得了？对呀，他妈就当时把那个鲍威尔就要当成他妈罪犯来办，这种结果的话呢，大家会觉得那无怪乎，所以我们唯一的后悔就是当年没有及早听蔡正元讲的话，赶快买黄金，现在他妈都来不及，已经涨到这个样子。对，因为这个谁晓得会世界局势？刚刚又涨了2%，刚刚又涨了2%，对，谁知道5125，不是因为你所有的人都会想办法把美元的债券卖掉什么的，那只好换黄金啊。所以你出现这种结果，难怪我们变得比较穷啊。我来，将军。我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手的可能性仍然很高。你可以从3个迹象来看。第一个，它的航空母舰林肯号已经到位了，它现在又调派这个布希号的航空母舰打击群过去，那就2个。那为什么？那一个到位就好了，干嘛要加码？换句话说，航母的加码也就提高了对伊朗的军事吓阻跟动手的可能性，都朝这一方面来发展。第二个就是它大量的空中加油机一直往中东飞过去，在那边做集结。到现在目前为止，美国的空中加油机到达中东附近周边它的驻地已经超过30架了，那都是要经过远程空中加油，它的战机执行对伊朗的轰炸任务完毕之后，回防的时候再经过空中加油机，然后飞回驻地啊。所以它空中加油机干嘛还要往前面再继续加码？我认为这个迹象也是个重要的征候。再来就是它的西腰拐空中霸王的战略运输机也往前面，那空中霸王的运输机都是用军事装备的，还有人员进驻啊。那这个空中霸王的运输机再加码，我认为这个也是个征候，是个迹象啊。所以我认为它对美国对伊朗在这一方面并没有松弛，反而是在增加它这一方面的打击的力道。那第3个我们来看就是它的 F-15E 算是个，它虽然是空 U 型的战机，但是它也是因为它载弹量大，也是一个轻型轰炸机。F-15E 它也往前面在进驻，这个 F-15E 的话，这个打击力道是蛮强的，是超过1架 F-15是抵2架 F-16哦。那它这个方面，它把这个 F-15往前面也在部署。我认为这个种种的征候来看的话，美国对伊朗这一方面的力道并没有松弛，并没有减缓。那我们现在看看美国在中东的代理人，就是以色列。以色列现在已经完全占领了加萨。加萨战争，以色列跟哈马斯的这个战争已经告一段落了。以色列现在双手腾出来了。那以色列是对伊朗是最感冒，因为伊朗是中东的一个小霸王。那现在以色列是不是趁这个时候对伊朗动手呢？我认为都有可能哦。所以美国也会受到以色列这一方面，尤其是他的总理纳坦雅胡是主战派，他是主战派，是要采取对伊朗是强烈的立场，是不是？打哈美尼是一个次要的，最重要，他要铲除伊朗的核子设施呢？他现在伊朗要提炼核武已经到达一定的水准，想要制成核武，我认为为期不远了。我认为打哈美尼是其次啊，他想要一举铲除伊朗的核武制造能力，我认为是他最大的、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好，来看看来自日本的最新民调，这是每日新闻公布的民调。显示对于高市早苗的支持度暴跌了10%哦，那现在是57%，跟上个月的67%比较起来，大幅的下跌10个百分点。那另外我们看到呢，高市他面临了一个政治生涯的大豪赌嘛，解散国会，说是有40%的民众其实是不挺他这么做哦，因为必须讲哦，这个非常短的时间呢，不断的改选，不断的选举啊，可以说对日本人来讲兵疲马困。而在国内的经济方面的一连串的一些措施，我们看到25号的时候，高市早苗曾经有发出这样的警告哦，他说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因应投资与高度异常的波动。这个市场解读哦，它可能是有一个干预这样子的一个意味哦。那美国也释出可能跟日本联手捍卫日元，而很快的我们就看到今天日元对美元走高了。那这个市场当然也会担心说政治力的干预。
我们看到包括跟中国大陆的外交的部分哦，那当然也是一个变数哦。高市早苗哦，在这个选举前有一场党魁的辩论，他再一次回应日中外交的风波，包括哦他自己讲跟中国大陆的对话还是开放，并非完全没有反驳，完全没有解释，跟中国各层级的对话也都还在持续。可是，在这个节骨眼，我们看到石垣岛的议会哦通过了一个条例，有人认为哦也投下了另外一个变数，就是他们要加强管理钓鱼台哦。那日本的在野党也很担心哦，说这样子的一个条例通过，会有可能对中日关系哦会加深那个裂缝跟恶化。我们看到有一个这个所谓的模拟的一个打击动画哦，这是日本哦，他们有一个发布一个打击动画。那它的内容是说哦，用自己研发的亚音速反潜飞弹实施所谓的岛屿防卫打击，可是偏偏哦，他们打击的对象是解放军的军舰哦，所以因为它是公开的一个影片嘛，那中国大陆这边哦有个小央视的一个视频，他就讲说哦，狗胆包天哦，他用标题哦，其实很刻意的是回应日本的这一场所谓的动画的军演。那我们再看看呢，美军现在某种程度也在拉警报了哦，有兵推就接出一个很大的罩门，就是你现在在全世界川普总统啦惹是生非。那如果说你这个各种的这个战火被挑起来，你没有办法将军事需求迅速转化为可火速服役的火力，也就是说你可能会在几天之内就耗尽了你的飞弹。如果你要高强度的，譬如说假设他对伊朗作战的话，那你有很多的飞弹就很快就会被这个消耗掉了。而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白宫的新版国防战略出炉了，那当然各国都有很多的这个讨论。日本的部分啊，它的防卫费要增加到未来要到5%的水准那对日本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那在南韩的部分呢？南韩的美军驻南韩的美军有可能要撤吗？或是削减吗？新版的这个国防战略里面有讲说，你南韩必须要扛起威吓北韩的主要责任责任在你呀，你要自己扛下来呀。我们看到现在是不是世界上面这样地缘的政治的风险这个不断的增高，所以美国战争部次长柯伯吉他算是第3号人物他此刻要来访问南韩跟日本那一般预料他是要促进第一岛链盟友防堵围堵中国这件事情，而美国的印太司令也去访问新加坡跟泰国，这个军事上面的联络非常的密集。不过我们来看看南海或者其他这些国家的一些事件。包括我们看到中菲在海上又有一些事端菲律宾很不幸的，我们看到凌晨一艘载有350人的菲律宾的渡轮那很不幸的它沉没了。那这个当然很多人就待救嘛我们看到这个南海惊险救援是发生在另外一件事情，是23号凌晨，是新加坡籍的货轮在南海的黄岩岛翻覆了那中国海警船刚好在附近，所以就把一些船员给救起来。我们看到画面上，你看到是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巡逻的时候把一些菲律宾籍的船员把他给救起来，一共是17名他们也拍下了这些菲律宾的船员，还竖起大拇指高喊说中国海警好棒棒不过菲律宾政府不领情我们看到他们强调中国在菲律宾经济海域没有执法权，所以他们很生气。虽然救了一些菲律宾籍的船员，他们很生气那中国就召见了菲律宾的大使抗议你们这样子的一个言论所以外交的摩擦，中国跟菲律宾现在看起来也升温了。来请教亮哥，这个有3组民调，你可以来评估一下高市早苗啦。第一个就是高市的内阁，他的民调大概下降了10%那主要是因为不到2连选3次，人家也不认为你这次为什么一定要解散有这么重要吗？你跟维新会加起来目前就过半那解散之后又过半，要怎样？而且现在又下雪。那第2个民调是针对他解散国会这个动作的民调，那反对的有40那第3个民调是，如果你要去投票，你要投给谁那这个就很悲哀了那个中道联合
大家一点印象也没有，不到20%。那自民党还是有20几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类似啊，比如说要投给谁啊？那民进党的民调还是比国民党高啊。就是你那个反对党诉求没有很鲜明啊。比如说那个自民党，他又把那个以前有过贪污嫌疑的人，现在又推到不分区。你怎么不打这些人？或者是跟统一教的关系啊？那简单讲就是，我觉得老百姓真的对现有的政党都不是很满意的，就是这种感觉了。那因为下雪啊，所以投票率可能不如预期了。可是高市早苗寄望要大胜，就是他现在自民党只有196席，他希望自民党可以一党冲到230，我看这是做梦吧，我觉得不太可能啊，他有可能小胜啊，如果不幸啊，搞不好还小输嘞啊。目前的状况其实没有那么有利了，没有那么有利。那日本老百姓现在其实更关注的还是经济问题了，那感觉他拿不出招了，感觉就是这样啊。那至于这个柯博吉啊，跑去日本跟韩国，这个就行礼如仪了，也没有人会太理他了，因为日本已经增加到2% 了，这个日本增加国防预算速度很快了，增加到2%多，那你还在那边叫什么？那韩国，我认为韩国更不会理他，韩国想到围堵中国，这干我屁事啊！我围堵北韩差不多吧，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一厢情愿嘛。不过最近美国传出啊，就是希望那个如果发生紧张的时候，那美国驻韩美军可以拥有自己这个决策权啊，这个我看会引起韩国很大的抗议，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美军要转为他用，那我不一定是以韩国为主要考虑，我可能会介入保护日本啊，保护台湾啊，这个我看韩国是很有意见的，可是不容易处理的，因为美国也没有把韩军看在眼里，那也不可能把决策权啊让韩国有太多的参与空间。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美国兵推发现了美军有一大罩门，是什么罩门呢？请教将军。美国曾经在20次大战后是全世界的最大兵工厂，它的做的这些坦克、飞机，包括罗翔，那时候罗先讲的飞机源源不绝啊，它的军用卡车啊，以万辆来算。那现在它整个的产能似乎遭遇到一些困难。你看，我们可以来看啊，在2021年，它有一艘潜舰的康乃狄克号啊，在南海撞了海底山脉，到现在为止5年呐，还没有修好。要到它预计是今年2026年年底才能够修好。那修个潜舰要5年，那你看到也的好多的都做的延宕。你看呢，它包含了这个我们讲第6代战机，中国大陆的歼36、歼50都出来了，它到现在为止只有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就知道美国的整个的进度放慢了，慢下来了。而且它海军，我们看海军的造舰成本不但高，不但贵，而且慢，还要委托韩国、委托日本，甚至委托印度啊，还有委托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帮他修军舰呢。会不会在美国本土修不是很好？这个工作机会还有钱就留在美国啊？没有，他现在速度太慢了。你们赶快帮我来做一些可以的，我们把零件呢带过去给你们，你们在那边装，在那边修就可以了。所以美国在这一个方面的军工的产能呢，似乎遭遇到一些障碍。那我们拿台湾来讲，我们台湾获了6000亿新台币，结果好多武器都没有到位。你包含 F-16，去年要到33架，一架都没有。都知道美国产能整个降下来 ，MQ-9B 海上卫士无人侦察机也没有拿到啊，要拖到今年看看能不能拿得到，都拖了好几年，都是向后递延。发现美国在这一方面，这个产能在最近几年的确
遭遇到的困难。那他想要再补足，我认为他可能可以说是因为乌克兰战争的这个方面的影响，他的这个消耗量过大过巨。但是乌克兰只是一个区域战争呢，并不是大型的全面性的战争啊。那把美国的这些武器弹药的消耗，竟然能够那么快就把它消耗掉了。我认为，所以美国的这个产能，那如果有另外一场战争，它怎么办？像乌克兰规模相当的，那它不是捉襟见肘了，根本没办法这个递补上去了。所以大家在看美国在这个军工产业这一方面，当然它现在要这些盟国啊多增加国防预算啊，去购买美国的军品。但是问题是，你的产能够吗？我们台湾买了那么多，有到位吗？对不对？也就一直在人拖就拖，人欠就欠啊。那这个现象啊，而不是光只是台湾有这个现象，其实在欧洲国家还有包含其他东南亚国家也有这方面的现象哎。所以整个美国的这个军工的产能，可能跟以前比起来，今非昔比。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的民调跌了，为哪桩？请教。这个高市早苗的话呢，一意孤行啊，现在突然来的这个选举啊，他们出现3件事情是跟以往完全不同的啊。首先第一件事情的话呢，大家要知道啊，高市早苗自己是在这个2025年的10月10号变成首相啊，所以他们开议的日期啊，那这一大堆的众议院议员呢，我刚过来的时候碰到徐小新，如果马上要改选的话，他不知道什么感觉啊。那现在的话呢，这个日本的众议员马上2年选3次，那每天都在选，当个议员不容易啊，选来选去的话呢，他自己一意孤行，1月23号解散了啊。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呢，1月23号解散，不到16天，2月8号要投票。哪有这么快呀？人家这个什么的，那他高市早苗的目的就是求快啊，他会觉得他人气高，他就借这个机会，然后要表达自己这个立场，然后呢，就是让大家觉得说他自己能够，他自己想要单独让自民党过半的主要原因是他要让日本变成正常化国家了，对，他就想有加人质，所以那个石原市长也配合他在那边在演的时候，跑到钓鱼岛去啊，钓鱼岛日本人已经快1年多没去过那边了，附近要登陆，要讨论环境问题。那第3点的话呢，日本人很少在冬天搞选举的了。那个北海道现在大家都去过北海道，那雪大的不得了，那个人走得起来都很困难啊。所以高市早苗一切都不管了，他的主要的目的啊，他以为他自己的人气很高。然后呢，他这次啊，我觉得最严重一点，就是他认为反中就是有票啊，所以他现在反中的言论非常直接啊。大家听到他讲啊，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再讲一遍，还把这个明目张胆的讲到大陆的解放军环台啊什么的，那他认为这个有效，这个其实讲起来蛮危险，一点责任都不负，完全不顾日本的和平了。然后接下来讲菲律宾啊，菲律宾有多少个岛？菲律宾有7000多个岛，菲律宾基础建设岛跟岛之间的话，完全靠这个船了。